捕捉一条8米长的非洲蟒蛇，只是为了部落里的人填饱肚子。在非洲有这样的一个原始部落，他们依靠狩猎野生动物为生，犀鸟也是他们捕获的对象。他们狩猎的技能不限于弓箭与长矛，模仿动物的叫声也是他们狩猎的技巧。今天一大早，老白跟着部落里的人去森林里狩猎，他只能在后面紧跟随着，以免打扰到猎人狩猎。非洲巴卡族人，他们祖祖辈辈都在森林里以狩猎为生，平均身高不到1.5米。他们没有衣服，只用一些稻草遮住隐私部位，走在这茂密的森林里，能见度的范围只有5米。老白不得不紧跟随着猎人，一旦在这里迷失方向，想要安全走出森林是不可能的事。森林里生活着几千种有毒的生物，猎狗和猎豹也会经常出现。丛林里的树木大多数长有针刺，还没走出几百米，老白的脚已经刮得到处是伤痕。就算是经验老道的猎人也会有失误的时候。这位20多岁的猎人因为在追赶猎物的时候被树枝插到了眼睛，失去一个眼睛对于狩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。为了生存，他不得不坚持狩猎。他们在地下寻找到动物的痕迹，顺着痕迹一直走，通过气味和痕迹可以判断是一条巨蟒。经验不足的老白通过痕迹也可以判断是一条蟒蛇遗留下来的痕迹，顺着痕迹发现蟒蛇有打斗的场景。巴卡族人很清楚是蟒蛇吞食猎物所留下来的。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树叶覆盖住的沼泽地。顺着痕迹一直走，蟒蛇的粪便气味就越来越浓。通过气味，他们可以判断蛇就在附近。他们只好分散到各个角落寻找蟒蛇。这时候听到远处部落里的人传来召唤，老白和部落里的人赶紧跑过去支援。老白跑过去的时候，部落里的人已经把蟒蛇解决掉了。蟒蛇的肚子还有没消化掉的小羚羊，怪不得部落里的人这么容易就把它解决。这条蟒蛇的重量超过了100公斤。他们把蟒蛇的皮拔了下来，他们用香蕉叶打包好蛇肉，打包好就背着蛇肉回去部落。回到部落，部落里的妇人和长老会为猎人举行庆祝仪式。老白也同样受到厚待，这归功于老白第一次跟猎人出去狩猎，就为部落里的人带来100公斤的肉。巴卡族人会为成年人举行一场传统仪式，用刀子把上颚的牙齿削尖，这样会方便他们更容易吃肉。这种仪式看得老白内心直打哆嗦，不仅是老白，就算部落里的人也看得面目狰狞。他们用的是火势起火，晚上他们也会围在火堆里跳着传统的舞蹈。第3天早上，部落里的人告诉老白如何模仿动物的叫声。这种模仿动物的叫声不是一般人可以学到的，他们不得不去森林里狩猎，因为他们的蛇肉已经基本上吃完了。这次狩猎他们会通过模仿羚羊的叫声，模仿羚羊的叫声只不过是一个陷阱。他们发现地下留下来的痕迹可以判断是一只小羚羊，通过脚印的清晰度可以判断小羚羊就在附近。顺着痕迹一直往前走，还发现了水牛的脚印，不过这个脚印已经很久了。在这茂密的丛林里，他们只能通过地下的痕迹寻找到动物。不远处，老白已经发现了小羚羊的粪便，通过气味和粪便的湿度可以判断是刚留下来的。为了更容易寻找到小羚羊，他们分散到周围的各个角落，老白只好在原地安静等待。这时候，部落里的人模仿了羚羊的叫声。模仿羚羊的叫声是为了把羚羊引诱过来，其他人就会在附近拿着长矛准备好攻击，当然这样也会引来猎豹。他们拿着长矛和砍刀在原地安静地等待小羚羊的靠近。这时候也听到了小羚羊的叫声，不断的靠近，因为他们使用近身武器，只要等到小羚羊靠近他们5米之内就可以攻击。这时候远处的猎人已经把小羚羊解决掉了，老白也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。这个小羚羊是这位猎人用长矛解决掉的。想要在这森林里狩猎到动物，必须要有足够的经验和对各种动物的习性了解得一清二楚。捆绑好小羚羊就背着它回去部落。这次5个猎人花了10个小时，只为整个部落带来10公斤的羊肉。这些肉只够部落的人吃1天。每次猎人回来，部落里的长老和妇女都为他们举行庆祝，就像为英雄庆祝一样。今天晚餐就是木薯的根茎配上羊肉，因为肉不多，只能每人分1点。老白也不得不适应这种生活。第2天早上，部落里的弓箭高手向老白展示弓箭狩猎的技能，是如何使用这把弓箭。猎人一按下开关，直接射中目标。这时候到老白练习，按下开关没有射中。练习过后，猎人会带着老白去取竹箭上毒液，用树枝乳白色液体再加上黑色的物质，
用竹箭搅拌均匀，一把毒箭就做好了。一切工作做好之后，猎人带着老白来到了森林里。他们出来狩猎都是有很明确的目标，这是他们狩猎的对象是犀鸟，狩猎一定要做到隐蔽和相对安静。猎人告诉老白，想要狩猎到犀鸟，不仅要靠着锐利的眼睛，还要利用自己的敏锐的耳朵，通过窥犀鸟在树顶上飞过，就能判断大概的方向。沿着方向，猎人穿过了沼泽地，来到了茂密的树林里。老白只好在原地安静的等待。猎人在树底下开始模仿犀鸟的叫声，这样会更容易引诱犀鸟靠近猎人附近的树上。这时候，犀鸟已经飞到他旁边的树上，猎人拿起弓箭就开始射击。第一次没射中，因为太多树枝挡住了视线，他只好换个角度再次射击。这次射击直接让犀鸟停止了叫声。猎人告诉老白，犀鸟已经中箭了，只要安静的在原地等待毒药生效就行。这时候，突然间从树上掉了东西下来，猎人和老白急忙的跑过去查看，确实是刚才射中的犀鸟，竹箭直接从他的下巴射中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